然后那个小孩就像家里突然断网了一样，对着所有人大喊：“大哥的牙齿上有青菜！”我是大臣的话，可以跑过去，假装摔了一跤，然后把我的外套不小心扔到皇帝的身上，把它盖住。好主意！你这不仅有智慧，还有演技呀！皇帝的新衣。爸，我宣布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草莓棒棒糖，它甜味刚好，而且它还有一点阳光的味道。哎，真的吗？这么厉害的吗？那我们改天要不要去吃一个彩虹味的冰淇淋，看看到底有没有下雨的味道啊？爸爸，你要傻，味道怎么可能是彩虹做的？但是说到这个，我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。那两个骗子说的衣服，不也是跟彩虹味一样，是骗人的吗？问得好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从国王到平民，大家都会被这个简单的骗术给骗到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个大家来找茬的游戏，看看这个故事里到底有多少人性的 bug。像游戏里那种。好啊好啊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骗子。他们说，他们织的布，所有不称职或笨的人都看不见。你觉得他们是不是真的在卖衣服呢？不像，他们好像在卖一个考试卷，谁看不见谁就是不及格的笨蛋。没错，这就是骗子的第一个大坑。他们把看见衣服和你很聪明这两件事绑在了一起，就像买汉堡送玩具，而他们是买衣服送我很聪明的标签。哇，这个赠品也太诱人了！如果买铅笔送考试100分的标签，我肯定天天买。哈哈，那我的钱包可要遭殃了。好，接下来皇帝派了个老大臣去看布，老大臣走进去，什么也没看见。这时候他心里会怎么想呢？他肯定吓坏了，心里想：完蛋了，我看不见，难道我真的是个笨蛋？我当了这么久的大臣，要是被皇帝知道，肯定要让我回家种田了。完全正确，这就引出了第二个 bug， 叫做害怕自己不一样。你想想，上课时老师问这道题我们都听懂了吗？就算你没有听懂，但看到周围所有人都点头，你是不是也可能会悄悄地点一下头呢？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经验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先给我们点个赞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孤单的。会啊，我会点的特别用力，好像我是第一个听懂的。爸爸承认，我开会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害怕成为唯一的笨蛋。所以，老大臣宁愿骗皇帝，也不敢承认自己看不见。然后第二个去看的大臣就更不敢说实话了，因为第一个大臣就说看不见了，他也要是说看不见，不就显得他比第一个大臣还要笨？ bingo， 这就是像玩堆积木，谎言的积木越堆越高，最后轮到皇帝自己了。他一看，积木都堆到天花板了，他要是说看不见，不就证明他手下的大臣全都在骗他，而且他自己也是个笨蛋皇帝吗？所以从大臣到皇帝，再到街上的老百姓，大家都在玩一个装看得见的游戏，每个人都偷偷觉得自己是笨蛋，但又努力装作很聪明的样子，太好笑了。对，直到一个小男孩，他可不管什么聪明不聪明，他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大喊了一声，可是他什么也没穿啊。这句大实话就像一颗小石子，把所有人都惊醒了。所以这个诚实的孩子是故事里最棒的英雄，对不对呢？爸爸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小男孩有点像个捣蛋鬼。捣蛋鬼，所有人都夸他是英雄，你怎么会觉得他是捣蛋鬼呢？哇，这个观点有意思了，大家觉得呢？
在听小若的解释之前，你可以在评论区先打下你的第一反应：英雄还是捣蛋鬼？我们来看一下哪边的人更多。你想嘛，大家都在那里假装看得很开心，虽然心里很紧张，但至少场面看得很和谐的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全家人看一个很无聊的电影，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你和我假装看得津津有味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然后那个小孩就像家里突然断网一样，唰的一下把所有人的戏都掐断了。皇帝光着屁股站在那里，肯定想找个洞钻进去。大臣们的脸都绿了，肯定在想：完了完了，工作要丢了。老百姓也傻眼了，发现自己刚刚花了半天空气。他一句话让所有人都超级尴尬。这不像是英雄，更像是大家玩木头人游戏时偷偷过去挠别人痒痒的那种讨厌鬼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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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断网挠痒痒，小若，你这个比喻真的是绝了！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棒的问题。说实话，也要讲究方法和场合。对呀，如果我看到你牙齿上摘了个菜，我会悄悄拉你的衣服，在你耳边告诉你。我才不会在饭桌上对着所有人大喊：“爸爸的牙齿上有青菜！”那样你肯定会很没面子。说得太对了。那个孩子说的是冷冰冰的实话，虽然是真的，但让所有人都冻僵了。而你如果悄悄地告诉爸爸，这就是暖暖的实话。他既解决了问题，把青菜弄掉，又保护了爸爸的面子。所以那个小孩虽然很诚实，但他没有学会怎么把实话说得暖暖的。正是如此，敢说实话是一种很棒的勇气，但怎么把实话说得好听不伤人，是一种更厉害的智慧。故事里的小孩有勇气，这很了不起，但我们长大了就要慢慢学会这种智慧。我们要能看出皇帝没穿衣服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更温柔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。我是大臣的话，可以跑过去，假装摔了一跤，然后把我的外套不小心扔到皇帝的身上，把它盖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主意，你这不仅有智慧，还有演技呀！那今天这个大家来找 bug 的游戏，结论是什么？结论就是诚实是个礼物，但智慧是给这个礼物配上的精美包装。我们要做一个心里有礼物的人，也要做一个懂得怎么包装它的人。我懂了，就像我的棒棒糖，它本身很好吃，是礼物，但它外面那张漂亮的糖纸就是包装，能让我想吃它的心情变得更好。好了好了，我的智慧小公主，要不要我们一起去看看冰箱里有没有月亮口味的优格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侦探游戏呢？好啊好啊，只要不是黑洞味道就好了。说实话的勇气和说好话的智慧，你觉得哪个更难做到呢？今天的话题，你更欣赏孩子的诚实还是大臣的智慧？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并聊聊你听过或说过最巧妙的暖暖的实话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找出的人性 bug， 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清醒童话镇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脑力冒险哦。如果你对如何提高效率这个话题感兴趣，可以点击左边的影片，看看我们如何聊的。如果你想看更多经典故事的新解读，可以点击右边的孙子兵法系列。下期预告：城市，人类的奇迹还是脆弱的巨人？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哦，拜拜。